今天杰哥来介绍这一把是台湾制造的Parabellum 所制造生产的这个是 P365X P365X GBB 手枪瓦斯手枪杰哥今天来教各位如何换这个后背皮因为它的管太短了它的管太短了，没有它那个管的规格然后还有弹夹底板，然后还有这个欧把片跟衬裙这个有造型的衬裙很漂亮它虽然原本就有这个衬裙了所以它还可以换这个有造型的衬裙，很漂亮。然后还有装这个枪灯还有内容点内容点那还有使用的枪套这个不是专用枪套，它这个跟克拉克是共用用起来那个密合度很好对，以上是这样那我们教各位开始更换了首先将弹夹释放钮按压弹夹就会滑落弹夹滑落。然后我们先换这个弹夹底板好了这原本的弹夹底板是这个工业塑胶材质，我们换这个铝合金 CNC 这个有一个六角螺丝然后六角螺丝应该是2.5规格的2.5规格，逆时钟方向旋转，将这颗螺丝取下螺丝取下之后，这底板就可以往前推就取下来，然后换这个铝合金材质扣上去扣上去之后，将这螺丝锁上。那这锁上的时候不要锁到底因为你锁到底的时候，螺丝锁到底会有这种状态锁太下面到底它会有可能会掉出来所以就是大概紧就好，然后它刚好卡在这个口，我卡在这个口就不会掉出来就这样。然后单独换弹夹底板也是可以使用的就这样然后再来我们来开始教各位更换这个后背皮更换这个后背皮这个是枫叶出品的超级皮超级皮来换这种超级皮是没有那个凸点的定位点的来将滑套再取下滑套释放钮这个应该算是滑套结合销啦滑套结合销往下拨往下拨呈垂直的状态这个时候再上膛往前推上下枪身就可以分离了。那下枪身它是属于工业塑胶材质整个下枪身是工业塑胶材质那下枪身部分就这样先放旁边暂时用不到。来将这个附近黄总层取下往前推然后往后抽附近黄总层就可以取下。然后再将这个抑制器这边一颗螺丝这螺丝是这种新兴的这个 T9规格是 T9的规格逆时钟方向旋转将这颗螺丝取下这颗螺丝取下然后抑制器就可以取下抑制器取下，外枪管总成才可以拿出就这样外枪管总成的部分就这样来。然后这个滑套暂时用不到我们先放旁边然后再来将这个螺丝这边有2颗螺丝注意不要直接抽因为这边有一条这个小弹簧这里有一条小弹簧，这条小弹簧很脆弱千万不要直接这样抽拔出来一定要先将这颗螺丝整个拆除这边有一颗螺丝整个拆除这颗螺丝十字螺丝整个拆除整个拆除之后这个螺丝整个拆除之后就可以脱离这个小弹簧了就可以脱离这个小弹簧，然后后排总成就取出，外枪管用不到。然后这边还有一颗十字螺丝这十字螺丝逆时钟方向旋转逆时钟方向旋转这个小螺丝就可以取下小螺丝就可以取下注意它里面有一条弹簧还有一个顶针会弹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在开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非常特别的注意有没有？好，来这里最怕就是这个地方最怕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小顶针
然后小弹簧，这个会弹出来，会弹出来，然后上盖里面是没有任何东西的，然后这个，这里面也是没有任何东西，这边有一个槽，等一下这个槽是一个关键，这个孔是一个很大的关键，这装这一个弹簧跟顶针的最大一个关键，杰哥觉得这个设计很聪明，很厉害，然后下压杆，下拉杆，然后后部皮跟管，这个管很短很短，这个管很短，65 mm， 65 mm， 65 mm 的长度非常的短，所以这个杰哥找不到精密管可以换，这个换精密管其实也没有必要，我们换个皮就好了，换一个皮，杰哥采用的这个是枫叶的超级皮，枫叶超级皮，这样把它套上去，因为枫叶超级皮没有这个固定凸点没有固定凸点，如果你有固定凸点的，就是要把固定凸点剪掉，然后装入了固定销，这个有一个固定结合销的部分，然后再把这个放进去，下拉杆放进去，然后装入，装入，这方向性要注意，然后装入这个往后推一点点，然后拉一下，让这个内管这边有个沟槽能够对准后坡座，这边一个凸点，前端有个凸点，对准那里，然后这个地方，确定，对准了，压着，然后前后抽，让它卡到那个凸点，然后这个调整位置，看看有没有到定位沟槽，确定有到定位沟槽了，然后盖上，盖上。那你们说，杰哥这两个配件怎么还没装？这两个是等一下最后再装。杰哥觉得这个设计很厉害，这个设计很厉害。一开始杰哥在摸索也是摸索一阵子，当明白它的设计之后，就觉得这个设计很厉害，然后这个顺时钟方向旋转，将这个小螺丝锁上，锁紧了这直接就锁紧了。锁上之后再目视一下，目视一下这个后壳皮有没有装好，管皮有没有装好。好，来，好了，好，看这边是不是有孔，将这个弹簧还有这个顶针，塞进去。那顶针它前面是圆弧，后面是一支很小很小的杆子，这很小很小的杆子插到这个弹簧里面，插到这弹簧里面，就成这种状态，很细小心这个地方就要特别小心，然后斜斜的塞进去，斜斜的塞进去，小心不要弹掉了把整个弹簧顶到里面去。当然了，这个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装法啦，杰哥这是杰哥自己想到的，我研究出来的装法，不知道原厂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用。这样塞进去，就整个塞进去，先从前面塞，然后再往后，那这个时候我们测试一下，拿这个2.0的六角工具，这样旋转的时候，看看会不会有那个顿点，咚咚咚咚咚，那种，那颗顶针顶到的那个点的感觉，如果有那就正确了，恭喜你，那就你有装好了，如果没有的话，就可能要再拆起来，再重装一次，重装一次，这地方再把它稍微调整一下这个地方确认一下没问题了，就这样，这个部分就好了，然后就再把它装回去，这样注意这条小弹簧，
在装的时候，这条小弹簧要塞到这边前面有一个孔，让它对到前面那个孔。然后再将这根小螺丝锁上，这根小螺丝锁上。这小螺丝刚好锁到那个孔啊，先确认一下，哦有，哦有进入那个孔，然后锁紧，这个部分就好了啊，这个部分就好了，来测试一下啊，测试一下这部分就好了啊，这就是 Hopper 总成啊的装法啊，然后再来飞机哈，飞机如何拆除啊？这边有2颗螺丝，十字螺丝啊，这2颗十字螺丝逆时钟方向旋转。拆除这个飞机哈，逆时钟方向旋转。后罩门，尾盖，刚刚拆的那2颗螺丝，然后飞机，然后飞机簧在这边，注意哈，这飞机簧，等到时候装的时候，要再把它套回去，就这样哈，然后飞机簧哈套回去，就这样套回去，飞机簧套回去，装回去。这个都很细哈，这个到时候你们在装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套到这个凸点，这飞机上有凸点啊，这里，就这样啊，测试一下，这飞机总成的部分，我们装回了哈，装回，这个滑套尾盖哈，滑套尾盖放入，就这样放着而已，放着，那手捏着，手捏着，应该是要捏这边，手捏着，捏这里，捏这里出气嘴，入气孔啊，入气孔，然后后罩门，把它放进去之后，放入，目视一下，有没有放好？有，然后后罩门滑入，这后罩门是9尾槽的，就这样滑入，滑入之后，这个对准孔位之后，确定了对准孔位，螺丝锁上，十字螺丝锁上，十字螺丝锁上，这工具要选对哈，尺寸规格要注意，确定都锁上了，我们再把它锁紧，拿大一点的，好，锁紧了，这就是飞机总成的装法，就这样，整体上是这样，好来。这我们把外腔管总成装回，外腔管总成装回，就这样装进去，然后副机簧总成塞入，然后再将这个抑制器套入，这螺丝锁上，这螺丝是这种新的、很特殊的规格，锁紧，滑套总成就好了，然后插入。拉到底，就拨到右手边往逆时钟方向拨，放开，我们装个弹夹测试一下好，作动正常，来，再来教各位如何换这个握把片，这个握把片，将那个弹夹紧，这边有颗六角螺丝，这六角螺丝应该是2.0的哈，2.0，这六角螺丝，然后这个就取下，
这个弹夹紧啊，对，原厂弹夹紧。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插销啊，这里有个插销啊，这插销打出来，啊，这插销打出来，好，这个握把片就可以取下了啊，这插销打出来，啊，这插销打出来，好，往下推，好，往下推，好，握把片取下，换这个铝合金的握把片，好，铝合金握把片再靠上去之后，好，靠上去之后往内推，好，往内推，好，往内推之后，那这个握把片，好，有附赠这2个小零件。啊，这2个小零件很重要哦，哈，这2个小零件不要丢了，啊，先塞这个小弹簧，啊，小弹簧先塞到这个洞里面，啊，然后再将这个顶针，啊，它有一个比较细的哈，有一个比较细的，有一头是比较细的，朝内，啊，比较细的朝内，啊，然后就会这样，啊，注意哈，不要弹掉了，啊，不要弹掉了，弹掉了就麻烦了，然后再将这个，啊，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孔？啊，就是在对准这个插销的，啊，然后就是稍微压一下，好来，啊，这样滑入，好，这边有个鸠尾槽，好，然后压到底，然后滑入，啊，工具啊，稍微用工具，啊，注意啊，不要弹飞了哈，弹飞了就麻烦了。好了，这样就好了，啊，这样就不会掉出来了，啊，因为它穿到那个孔里面了。啊，那怎么拆呢？哈，怎么拆？你要看到这边一个小小的点，很小很小的一个孔，那这种很尖利的、很尖的、很细的，啊，从这个孔插下去，啊，把那个顶针插到底，啊，顶针插到底，然后用大拇指拨开，啊，注意哦，它整个顶针会弹出来，这个时候要用手掌去挡住，哈，不要让它弹飞了，啊，有没有在这里就起来了，啊，不要让这一根啊弹出去，啊，这一根会弹出去，啊，就这样哈，所以特别要注意，就是这样哈，然后我们再把它装回，好，压到底，好，好了，好，这样就 OK 了，好，更换弹夹，很漂亮，好，很漂亮，来，弹夹取下来哈，我们来教各位如何装内容点，好，这2个螺丝取下，好，这2个螺丝很像是2.0的，哦，2.0的，6角的2.0的，2.0的螺丝取下，啊，这个盖板，啊，这个盖板稍微密合度太好了，所以要稍微敲一下，让它掉下来，啊，注意要拿胶锤哦，拿胶锤不要拿铁锤，啊，这个地方有2个孔，啊，这个装饰板就用不到，然后拿这个狗物塔，哦，狗物塔的内容点，哦，把这个2颗螺丝拆下来，哦，这个是在用鱼骨的，啊，这2颗螺丝拆下，啊，这2颗螺丝的规格是不符合这把枪的，啊，所以我们要再去找2根这种，哦，迷你牙的，好，这很好找，好，这个螺丝规格很好找，哦，测试一下，哦，会不会过长，哦，在装的时候测试一下会不会过长，因为过长会锁到飞机，哦，会锁到飞机，会导致哦飞机的损害，哦，确定一下长度是否正确，哦，压缩是否正确，哦，需要先锁一下，哈，先这样，哦，先转一下，哦，是否正确，哦，在测试的时候就是这样测试，哦，长度要特别的去注意长度，啊，然后就锁上。这样锁上，在锁的时候是很顺的，很滑顺的哈，不会有任何阻力，哦，这样就对了，有没有？狗物塔的内容点，好，然后再装这个枪灯，啊，这个杰克逊用的这是欧莱，啊，是欧莱的枪灯，啊，PL Mini 的枪灯，啊，这几个卖场都有卖了哈，以上这些商品几个卖场都有卖。
好，就这样，哦，很漂亮。然后枪套哦，有了这些设备之后，当然我们要选一个比较帅气的枪套啊。这个枪套是直接这样扣上去啊，腰挂哦，挂在腰际啊，有没有？很帅气哈，不会遮到你这把枪的帅气啊。然后取下哈，就这样按压这里，往右哦去取下，来再来是这样，好，真的是很棒。啊，那这个当然这个枪套它还可以使用克拉克的枪，啊，还可以使用克拉克系列的枪 AAP01，我都可以使用，刚好可以使用这 P365，哦，这个设计的刚刚好，哦，一模一样，刚刚好，哦，哦，不会掉啊，啊，整体上就这样啊。以上哦这些商品，如果有喜欢，哦，欢迎杰哥卖场下标几个，好，谢谢。今天杰哥来为你们测试的这一把是台湾 Parabellum 所制造生产的哦 P365哦 X 哦是 GBB 瓦斯手枪啊。那首先呢，我们将弹夹释放哈，弹夹释放钮在这里啊，按压弹夹就滑落了哈。那这弹夹做的还蛮精致的，整体上还蛮精致的。好，来我们灌瓦斯哈，瓦斯灌注嘴在这里啊，按压5至7秒哈，5至7秒即可。然后填装 BB 弹，好，将顶弹头往下拉，好，然后这个填弹器要另外购买，啊，然后填装 BB 弹，哈，将 BB 弹装入，然后它会呈现对角，哦，左右参差。那这个如果没有就是空格的话，哈，其实是不影响射击啦。那你可以这样稍微把它晃一下，调整，啊，它就排列。好，然后上弹夹，好，第一发一定要上膛，好，拉滑套，好，第一发一定要上膛拉滑套，放掉，好，这样直接放掉，然后弹回去，好，来射击，好，76.1，好，72.0，好，71.4，好，70.7，好，71.2，好，70.8，好，70.9。71.2，好，71.7，好，70.9，好，这我们全部快速把它射击完毕啊！啊，没有子弹，它跟真枪一样这样后定，啊，这样后定，啊，如果解除呢？这边有一个滑套释放钮，啊，往下拨，啊，往下拨就解除了，来，按压，好，然后往下拨，啊，没有子弹，啊，它就后定了，啊，跟真枪，操作是一模一样，啊，来按压哈。啊，有没有？完全没子弹就后定。然后 hopper 调整哈，它 hopper 调整如何调整？我们首先将弹夹取下，啊，按压将弹夹取下，然后将这个滑套结合销往下，哦，这个是滑套释放钮，这边是滑套结合销，往下拨，哦，往下拨，呈垂直，然后就可以脱离。那这边有一个6角螺丝孔，啊，6角螺丝孔，啊，这个就是调整 hopper 的，啊 ，hopper 调整就在这个附近黄总层的底部这里，啊，这 hopper 座上有一个孔，好，从这里调整 hopper， 啊，那调整完 hopper 之后，啊，再装回，啊，就这样装回，好，放开，这样就可以了。以上了哈，就是这把枪的介绍。那这一把枪很特别哈，它没有保险啊哈，没有保险啊，所以就是手指头不要放进去啊，记得手指头不要任意的放进去。哦，这把枪是没有保险机制的，啊，大致上是这样。好，以上如果喜欢，欢迎杰哥卖场下标即可，谢谢。